是一个特别容易让儿童感到恐慌的时代。一个人学会了阅读以后，其实你也挡不住他的成长。教师不是一个卖矿泉水的人，教师应该是一个纵火者。我们在农村义务教育的欠债之多远远还没有还清。一个学校能够自主招生、知识文凭，这个学校才有真正的自主权。所以现在所有的教育问题最后都归到教育之外。2004年，有了个做老师的机会，听起来似乎会有前景的诗歌研究中心。虽然学校在偏远的海岛上，既不悠久也无名气，这个教职成了潜在的提示和鼓励。也许我能试着做一个好老师。温家辉到，刘晓轩到，陈义宏到，洪文斌到，罗丹到。我看着教室下面这些眼睛，他们每一个都是这个国家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一员。我该给他们什么才能安心，才对得起这满堂含着水分的注视？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，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，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，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。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，恢复高考的36年来，中国共培养了9200多万名大学生。在席卷而来的市场化、国际化、产业化浪潮的强烈冲击下，我们终于拥有了全世界最庞大的高等教育。千军万马过的不再是独木桥，大学也不再是从前的大学。高教是伤嘛，伤了就是死嘛。我是指的大学的精神已经丧失了。那么大学精神是什么？陈寅恪在1927年跟这个王伟先生自豪叫是王光堂啊，2周年14日跟他竖了一个碑，在碑上陈寅恪写了一个碑铭，这碑铭呢就是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。今天这个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最痛切的，这大学失去了80年代曾经萌芽的那种朝气，失去了80年代那种思想解放的生气。我是曾经是讲我觉得现在大学弥漫的是2种思潮，一种实用主义、实力主义，实用和实力；第二个就是虚无主义。上学就变成赤裸裸的一件功利的事情，就我要拿学位，我要考试，然后我要谋利益，要不就入党，要不就做生意，要不就打工，就这点事情，没有教育了。现在，没错，楼干膨胀，而大学规模也在膨胀，这是成规模的膨胀。但是这样膨胀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样膨胀有什么意义？大学是这么办的吗？大学是一个楼群吗？肯定不是啊。我们现在每一年有将近40万的学生留学，这些学生已经以脚投票选择抛弃中国的教育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看到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中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怎样？当我们有一大批的精英人才的流失，它就流失了对中国教育的认同。